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土豆和西红柿这对餐桌上的黄金搭档，想必大家再熟悉不过了，都喜欢用了炒着吃，或者用炖煮吃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新吃法，这种做法已经成为我家餐桌上的高频美食，一周8次都吃不腻，既保留了食材的天然营养，又创造出令人惊艳的口感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视频看看这道土豆和西红柿是如何制作的吧。首先我们来准备2个红彤彤的西红柿，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，用手轻轻按压西红柿，成熟度好的西红柿软硬适中，富有弹性，太硬的西红柿可能还未成熟，口感差，太软的则可能内部已经开始腐烂，不宜购买。先把西红柿的表面打上十字花刀，下刀力度需轻柔，避免划破过多果肉。接着准备一盆沸腾至100摄氏度的开水，把西红柿完全浸没在水中，利用热水的温度，让西红柿表皮受热收缩，静待1分钟左右，便可轻松剥去外皮，完整保留鲜嫩果肉。接着准备一个苗条的小土豆，先用削皮刀把外皮削掉，轻轻向前推动削皮刀，力度要均匀，尽量让削下的皮薄连续。如果削皮刀不够锋利，或者用力过猛，很容易削下过厚的土豆肉，造成浪费。在削皮过程中，要不断转动土豆，确保各个部位的皮都能被削干净。对于土豆凹陷的芽眼和坑洼处，可以用削皮刀的尖端小心地将其剔除。削完皮的土豆，用清水冲洗一下，冲掉表面残留的土豆皮碎屑和淀粉。洗净后，先在土豆的一侧浅浅切2刀，让平整的土豆面出现凹槽，这样不再轻易打滑。接着，将土豆切成均匀的薄片，切得越薄，后续改刀切丝就越容易。切好薄片后，再将其切成丝，尽可能让每一根土豆丝都粗细一致。切好的土豆丝放入碗中，加入1大勺食盐，随后倒入清水，直至水面完全没过土豆丝。由于土豆丝表面附着大量淀粉，且切丝后与空气接触面积增大，极易发生氧化反应而变色。用盐水浸泡土豆丝，能形成一道防护膜，在一定程度上阻隔空气，有效减缓氧化速度。不过，浸泡时间需要严格把控，以5分钟左右为宜。时间过长，会致使土豆的营养成分随水流失，还会影响其爽脆的口感。几根小葱，将其切成细碎均匀的葱花，葱香随着切割释放出浓郁醇厚的葱香，这种香味层次丰富，既有淡淡的辛香刺激味蕾，无论是提味增香，还是点缀菜品，为菜品增添独特风味。切好的葱花放入盘中备用，这时浸泡在热水中的西红柿已完成蜕变，用漏勺将其小心捞出，待稍微冷却后，轻轻捏住十字花刀处的皮，顺势一撕，温热的外皮便轻松剥落，整个过程顺滑又省力。将去皮的西红柿先均匀切成薄片，刀起刀落间，果肉的酸甜香气悄然弥漫。接着，把薄片改刀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大小相近的丁状，每一块西红柿丁都裹着鲜亮的汁水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碗中，接着将浸泡好的土豆丝捞出后，用清水反复冲洗几遍，直至水变得清澈，彻底洗去土豆丝表面多余的淀粉。将洗净的土豆丝攥干水分，放入盛有西红柿丁的大碗中。接着我们调味，依次加入1小撮食用盐、半勺五香粉、
少许白糖，适量胡椒粉。接着把切好的葱花也撒入碗中，随后打入2颗新鲜鸡蛋。拿起筷子开始顺时针搅拌，蛋液与食材充分交融的过程需要些耐心。随着筷子的搅动，金黄的蛋黄逐渐与蛋清混合，包裹住每一根土豆丝和西红柿丁。待所有食材均匀裹上蛋液，再倒入1大勺红薯粉，继续搅拌。若感觉混合物过于干硬，可再补加1个鸡蛋；若是偏湿，则适量添加红薯粉调节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，或者留言转发一下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直至形成浓稠适中、能抱团的菜糊状，将其静置一旁备用。这时准备起锅，倒入适量食用油，使油均匀覆盖锅底，待油温微微升高，将调好的菜糊舀到平底锅里面，再用铲子给它整理一下，将面糊摊平，摊成一个小圆饼状。再撒上1把黑白芝麻，增添香气。随即盖上锅盖，以中小火慢烙。期间需不时轻轻晃动平底锅，让饼受热均匀，避免局部焦糊。2分钟后，掀开锅盖，轻晃锅身，待饼能在锅中灵活移动，便可用铲子小心翻面。此时，饼的底面已烙至金黄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翻面后再次盖上锅盖，继续烙制2分钟，如此反复翻面几次。直至用铲子按压饼面，凹陷处能迅速回弹，就意味着这个土豆鸡蛋饼彻底烙熟了。将烙好的鸡蛋饼一个一个倒盛出，放在盘中。金黄的饼身裹着翠绿的葱花，鲜红的西红柿点缀着黑白的芝麻和花生碎，光是视觉上就令人食欲大增。咬上一口，酥脆的表皮下是土豆丝的爽脆与西红柿的酸甜，鸡蛋的软嫩和着红薯粉的筋道，多重口感在舌尖绽放。这道融合了多种食材的土豆鸡蛋饼，营养丰富又做法简单，无论是作为元气满满的早餐，还是惬意的下午茶小点，都是绝佳选择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关注我，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